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重磅的惊喜嘉宾，太重磅了！小田、林鹤，请用属于你们的方式来召唤一下我们曾导出场吧。今天大老爷，坐，别，妆造了吗？今天我看一下，哎，妆造了，那必须的，妆造了。我坐这不合适，没事，当然合适了。别。这是你的综艺首秀吗？这综艺啊，对，这是综艺，我们就是长综艺，还要做几期的，紧张吗？我之前参加过一个综艺，但没参加过现场的。哦，这个不能剪辑了。对，还好。直播看，行了。从细节一起来品竹玉。大家看完竹玉都感慨导演好会拍。那今天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曾庆杰导演和我们的2位主演林鹤、小田，一起来聊一聊竹玉当中那些隐藏的细节和用心的设计吧。能不能先聊一聊朱雀神图的光影运用？曾导是怎么做到让小田和林鹤都在猪圈里出了神图的呢？这必须得曾导来细说。首先，那个猪圈也不是真的猪圈嘛，就我们自己搭的猪圈。大家看到的其实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有一些我自己觉得还挺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其实那场戏是属于他们2个人之间建立的第一份，都不能叫做感情，只能叫信任吧。一个刚打完仗、刚受完伤，就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野兽，但是他伤了。这个时候，其实这个野兽是最凶狠的，谁来可能都会咬他一口的那种感觉。樊长玉顶着很多压力把他救了，刚好在一个猪圈里面再推开一些杂乱的东西，樊长玉就像一束光一样照到他脸。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而且为什么一定是猪圈？我觉得猪圈这个东西正好也是樊长玉一直心心念念要办起来的一个东西，所以其实它是很有意义的，很有象征性的。确实也有一些反差在里面。如果不是在猪圈里面，反差也没那么大。是，所以就想，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想过，我们拍出来其实比我想象中还要好。你自己拍的，你自己不知道，绝了，只能说他在谦虚。没有，我很装，我就不会告诉他们拍得很好，我就也就这样。哦，原来是这样，也就这样。但我内心里面是很开心的。哇，牛啊！然后就可以更好，都是这样。精益求精。其实也是拍出了神迹的感觉。大家都说小田那一幕是神明少女，林鹤的落难侯爷也让人忍不住的心疼。常玉出场在雪地里簪子掉落的那场戏，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节的小设计，能不能给我们展开的聊一聊呢？那个我们在化妆间的时候都聊过很多次，但有一个细节就是我想强调一下，其实樊长玉不是因为这个簪子去救他，他反而是反过来，他是因为回去救他才找回他的簪子。没错，我觉得这个点是很重要。他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也知道自己的处境，但是还是在抉择的时候，天使与恶魔在头上旋转的时候，可能就想到还是要扑回去。就正是因为他扑回去，他自己在说啊，我的簪子原来掉在了这里，不然的话我的簪子可能就不见了，就我自己最心心念念的东西就不见了，反而是因为自己的善良而重新又得到了一个眷顾，或者说叫做他母亲的庇佑吧。就我们当时想的还算是挺清楚的。除了这个，但这后面的簪子其实也一直都是小说里面，我们经常在看观众对这部小说的一些评价，这钩子不能丢哈，把它变得更圆满吧。簪子在剧里面其实是推着2个人的感情往前走的。对啊，有好多这种细节，比如说簪子，还有导演设计的那个发带，都是一些我们感情的维系和推动情节的一些小东西。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发带，你带了真实的发带吗？是我们戏用的发带？不可能，肯定定做了一条吧？真的吗？不可能。这个我知道，我盔甲上那个发带，你那个发带这又哪儿来的呀？这不是我的口水巾吗？这是什么？这个发带有人说吧，这质感的发带一看就是武安侯谢征的发带嘛，它是我切大号之后盔甲上面戴的那个发带，其实跟我征战沙场多年，但是我跟樊长玉那个发带不是这个，是它一个蓝色的布条，曾导设计了那个布条穿过。在做预告都想这么做，对，是真的，就是很多这种细节都可以体现出我们俩的感情吧。我们还做了那个鸟海中青，然后把那发带绑在海中青的脚上，飞跃了好久，终于找到了它。对，是挂在了那个挂在对藤条上。那时候你在一个山村里面，是不是在山贼窝里面？你以为是山贼窝，结果就在那边把那个老妪给背了出来的那个死。对，是刮痧啊。刮痧。
既然提到了刮痧，曾导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剧里面的刮痧名场面吧。导演说说刮痧，小说里面就有，就我们看小说的人，可能就是一看都觉得那个肯定是要想办法还原出来的。我们拍片的时候，其实都很会注重说小说里面有没有一些跟读者有共鸣的一些戏，肯定得保留下来，不然肯定被骂。剧里面常玉的身世是通过很多回忆和闪回的方式去呈现，曾导能不能展开给我们聊一聊呢？对他的身世的设计，那太多了吧？后来其实谢峥很快就已经，当他知道了樊长玉的父亲很可能是，不是很可能就已经知道他已经就是确定的。父亲在战场上面就导致他那个锦州惨案里面的算是一个最直接的凶手的时候，那事实上算是世仇了两个人。但事实上谢峥又会很快的调整好自己，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算计跟阴谋，而没有把这件事情怪罪到自己的伴侣身上。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会那么快的去这样？其实跟他的父母对樊长玉的教育其实有巨大关系的，因为他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他的父亲啊、母亲其实一直跟他去强调跟说的那些东西，都不是说仇恨有关系的，反而是非常美好的教育。对，例如说他的父亲实际会告诉他，武安侯其实是西北战神啊，如果没有他的话，西北可能这个地方会乱了套了，这类就很正向的评价。就如果你是个仇人，你是不会这样去教育自己的女儿，所以他就会在跟他的相处方式里面，感觉上会认为，这里面是内有乾坤的，一定是。那樊长玉更加就是了，他从小到大跟父母在一起，他肯定是不会认为自己的父母有世仇的是这么穷凶极恶的罪人。对他们的罪一定是，要不就是有苦衷的，对，要不就是应该是有苦衷，而且有种就是自己父母对自己有这么良好的一种教育的情况之下，他一们怎么定不会可能是坏人。所以这个点还是蛮重要的。在给男主拍梦魇的时候，导演用了明暗交替的手法，谢峥一次次的穿过蓝色的染布条。那个时候就拍得挺懵的，是吧？也不知道我在拍啥。我只知道导演要给我搞一个特别牛的转场，但是导演怎么去衔接，其实我只有在后面看到正片的时候才看到，就是蓝色，就是那个蓝白布条，然后冷光色的那个画面之后，我一伸手到暖色的回忆的妈妈那个状态，很牛，一般人想不到这个转场，真的是神级转场。你在干嘛？你看导演就是这样，就是现场夸他就是。不行了。你看，那个确实有点设计在里面，就是想到了一下，我不知道人家能不能干啥呀？我不知道人家能不能解读得出来，就是说蓝白的这个东西，事实上是谢峥上吊的母亲的裙摆。我们在现场也讨论过这个事儿，观众不一定能够那么轻易的就看得明白这个点。我觉得可以说一下。这其实有一天一个小孩，他只有几岁，然后一推开房门，看到的就是一个上吊的母亲的裙摆。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小孩冲击力很大的事情。对，是一个巨大的梦阴影嘛，对，所以他一直就会在一个蓝白的布条当中一直穿梭，他走不出来，这个就是他一辈子的梦。到最后其实也是有我们解开了这个梦的过程。但我觉得这点很好哎，可能观众在看的时候不一定能意识到，但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连在一起的设计。就是如果连解读得出来那挺好，解读不出来可能就是气氛呗。没事，你已经解读了。大家都夸曾导很擅长用影子去表达情绪，用意识流的方式去呈现谢峥和樊长玉之间的爱意拉扯和流动。对这些，导演说我都快忘了，你给我提这些，很久。那不能忘，我剪片我剪4-5个月了。哎呀，对我每天都见到你们，很熟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有一天你设计了一些东西，然后演员拍的时候又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观众看的时候又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对对，如果你想到一个东西，然后演员演也尴尬，然后拍也拍得尴尬，观众看也更尴尬，就很尴尬。想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在现场，曾导、我、小田儿，我们3个人在走戏的时候，一般都会达成一个比较平衡的共识，这样的拍出来戏会很自然。导演也给了我们很多细节上的指导，把这些细节连在一起之后，这场戏就会变得更加的细腻。其实你们进组以后的第一场对手戏就是拍的影子，对吧？当时你们2个人在隔着窗户吵架。进组之后第一场戏，这场戏很紧张啊，我反正很紧张。我每部戏第一场戏特别紧张，尤其是那一天，我记得还是非常晚的夜戏。夜戏是夜戏。那天是第一天跟小田儿，是第一天见面吗？
对对第一天，然后跟导演也是第一天见面，非常紧张，不知道导演会怎么拍我们，所以那一天就是在紧张中度过了。但效果还不错了呢，应该还不错哈。那场戏其实他们隔着一个纱，就好像两个人有了隔阂的那种感觉，当时是这么想。但是导演后面叫我们的设计说，哎，两个人又隔着那一层纱，然后眉眼含情，哎，双手触碰，敢摸又不敢摸，爱就是想触碰时，但是收回的手。主意里面有很多烘托气氛的下雪的戏份，曾导能不能展开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呢？啊，那现在已经有人说我太滥用下雪这个事情了，太滥用下雪，滥用。对，我其实可能是个南方的人，就是对雪这个事情就还没痴迷，对，就还没到厌的，还在新鲜感当中。当某些大情节想来的时候，那需要一些氛围，那可能就会想到，哎，不如下点雪吧。是的，因为下雨也不合适。对于导演来说，你下雨贼麻烦，下雪就简单嘛。雪确实也是有氛围的。而且我们整一个片子的设定，其实前20集都是过年前的戏，下雪其实特别的合理嘛，顺理成章，它就是下雪。我印象比较深的，我觉得是张小雨想要不要去荡掉这个簪子，然后去救你的那个时候，他问天上的母亲，对，因为这个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抉择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是他一家人善良的一个表现，不只是你了，我觉得就连妈妈其实都是挺善良的，就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曾导还在剧里面埋了哪些小扣子？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爱奇艺的观众们分享一下？还有什么神来之笔？还有个你们在水里面拍那个哪一场水里？哦，我知道了，豪华浴缸是吗？豪华浴缸，豪华浴缸，那这浴缸太豪华了，太豪华了。那你是武安侯啊？武安头。洗澡需要有这么大的地方吗？我说实话，那个浴缸大家看了之后就知道那个浴缸有多么的夸张。浴池，对，它像是北方那种澡堂，平常可以洗50个人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也给曾导、小田还有林鹤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首先是给曾导的花花，谢谢，感谢。这个是给小田的礼物。哎呀，谢谢。你有没有看到黄橙子的娃娃和樊长玉的娃娃在一起？对，看到了。我的是笋子。哦，这太肥了吧？你那只也肥，是，你不是说它肥不起来？好可爱。我在上面还写了一句话。我看到了，谢谢。哦，对，今天导演来表达一下我对导演这个戏这画面的崇拜之情。真的，最近我不是在研究那个摄影嘛，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真的是这构图。这光影真的很了不起，非常值得我学习。我遇到了恩师，感觉很厉害。我也没拍过那么帅的男的。哎，别，这就开始了。我感觉导演快要爆梗了，已经进入到了比较热烈的状态。心流状态了。喝了2两。掌管镜头的神。你让他自己多好，他就是那种很害羞的人。他非常害羞，回家之后拿张卡片就。谢谢曾导，掌管镜头的神，我们永远拥护你。谢谢。剧里面曾导也给我们设计了一个很甜的陈皮糖吻，我们今天也在这里准备了陈皮糖。谢谢。送这个吗？哦，我以为你送给我的呢，开玩笑。剩下的全部由林鹤来买单。谢谢陈皮糖，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属于我们竹玉的陈皮糖送给喜欢竹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的谢谢。你们把导演搞了以后都不敢参加这种。我真得喝2两过来。是，喝过了。OK。更多精彩内容，下期继续嗨聊。提着音箱又来了。大家不会觉得长玉笨笨的吧？很可爱啊。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你会怎么样？我5万红彤彤的。心动演绎一对事情破功，苹果肌无法放松。这是我的。真的，你觉得我此时应该说什么啊？我本来想进电影院看戏，结果有人走过来跟我说：“哎，你要导戏哦。”隐藏任务决算，曾导能否看穿2人小动作？那你在观察过程中有没有觉得我们2个哪里不对劲？为什么不对劲？这都是我们平常的日常。我们一点都没有不对劲吗？一点都没有不对劲啊！好课内容超额放送，记得锁定腾讯视频沙发动画，不见不散哦！你们经常在拍摄时会现挂吗？那有没有哪一场戏和导演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我们应该每一场戏都有在
在这种细节上打磨。对，我印象比较深，就是我们就说确实是拍第一场吻戏，但不是这一场，是后边的那个有个纱窗，然后还把那个东西摁破的那个，还记得吗？那时候导演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火的一个什么？翻面啊，是不是？还记得吧？我当时也是说，哎，不如先试一下吧。结果他们就哇就来了，我说哦，不用调，好开心，就不用我怎么努力。然后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会啊？他说，其实我们已经很熟了，就是不用重新培养感情，可能就。同学聚会一起唱歌，灯光昏暗，你不小心喝到了隔壁 crush 的饮料，此时你会？我和你的还是你和我的？你可以拿这个，如果你要演的话，你拿这个，我就说，这是我的，然后此时你会说，我来是吧？对，来吧。行，好难。我们在唱歌，哎呀，好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重新来，看一下，再来一遍，重新来，不好意思啊。导演，我们正式开始啊，刚刚试戏是吧？导演，好够了，这大人。你小心点你。好，来，这是我的。要不我请你出去喝一杯，怎么了？打分，快点，不要让我说。怎么了？不对吗？这个场合我觉得很合适啊。遇到了我的 crush， 同学聚会人有很多，是不是我们可以单独出去喝一杯？那鹅也给到一个夯吧。曾导有看过粉丝给他们剪的视频吗？拉郎配那些吗？是的。其实是看过一点的。那有加持吗？我觉得就是我用了很长的时间说服我，就是小田是怎么能成为一个杀猪女的。直到我后面我发现她真的能背着林鹤跑的时候，我觉得，哎，情有可原了是吧？就是因为一般人的印象都是说长这么漂亮一定不会就有什么有力气什么的，她打破了我一点点这样的偏见的，其实。不过她力气真的很大，她能够把我给背起来哦，那真不一样。听起来小天是不是很开心？我们这么一讲，没有啊，救命！